问你个灵魂问题啊，你说独裁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大部分人张嘴就来，当然是坏事啊，谁想天天被老大哥盯着呢？但你先别急着站队，我们换个视角，要是这个独裁者不贪污、不耍阴、不玩命打仗，反而真正的为国为民，帮你脱贫致富，干翻资本家，给你买房配医保，你还觉得他独裁吗？说白了，制度这玩意儿，不管是民主也好，独裁也罢，它本质呢是个壳，你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人，干的是什么事。而咱们这期的主角罗斯福，他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像总统、最像皇帝的男人。在他治下的美国，治理手段、社会控制、国家动员，你别说民主灯塔，跟当时的德国、苏联甚至韩国的全斗焕没啥区别。区别在哪？他们是直接铁拳打脸，军靴、枪杆子、劳改营。罗斯福呢，他玩的比较文雅，用的是看不见的手，打你之前呢，还给你一个工作岗位，喊你一声兄弟，然后呢，再顺手收了你家的黄金。这就是为什么罗斯福虽然被很多人尊称为美国的救世主，但至今依旧有人说他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独裁者。在罗斯福拿下总统之后呢，他是怎么搞改革的呢？一句话总结，别人写的是提案，他写的是圣旨。上来他就往国会甩了15份咨文，什么国家劳动关系法、公平劳动标准法等等，通通都是全票通过。光就这通过的效率，换今天国会估计得打2年嘴仗。而人家罗斯福呢，15封信等于15条新法律，这效率美国人都看傻了。那这些法案都干了些啥事呢？说白了，咱今天有些地方或部门执行的每天8小时工作制，每周最多40小时，超时还得给1.5倍工资的这套系统，就是他定下来的。所以啊，你老板要是不按规定加班给你钱，你大可以在心里骂一句，你不但违法，你还抗美。但这些改革不能只写在纸上，得有人执行，对吧？那接下来就要讲到罗斯福最硬核、最带感的一幕，干黑手党。之前呢，美国的工会啊，你别想得太美啊，根本不是工人阶级的维权的工具，那就是黑帮开的店，是控制工人、勒索老板、收保护费的合法的壳子。罗斯福一上来，直接把这些黑帮老大叫过来，说话也不绕弯。哎，你手底下那几万工人饭都吃不上了，你还搞剥削？我数到3，你还不滚蛋？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国家暴力。黑手党们都惊呆了，哎呦喂，这词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对，他们以前威胁别人的词，被罗斯福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。黑帮老大们听完脸都绿了，这不是遇上了真正的狠角色了吗？最后的结果你当然也能猜到，工会被全面接管，黑帮被踢出了管理层，自由选举登台，真正能帮工人发声的人终于有机会说话了。而这一波改革不仅把黑社会打得节节败退，还顺带让工会成了选票的收割机，每到大选动员100万劳工投票如山倒。罗斯福的支持率啊，那叫一个稳。正当罗斯福撸起袖子搞改革，工人们拍手叫好的时候，有一群人就开始犯嘀咕了。谁？美国的富人们。这些人一看情况不对，哎呦，总统这架势是打算把我们的钱包都掏干净啊！于是纷纷开始搞事情。先是拍文艺作品骂罗斯福，你说你不喜欢他也行，结果这些富人啊，干脆拍电影、办杂志、上广播，一边控诉政府暴政，一边疯狂抛售美元买黄金，还偷偷呢把黄金运到国外，美其名曰资产全球配置。罗斯福看到后直接破防，你们这些人，我刚把国家从粪坑里捞出来，你们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要往我背上踹一脚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当时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啥？产能过剩，加上货币不足。结果这帮人啊，非但不注入流动性，还大量的搬迁黄金，打算往
国外跑路。罗斯福怒了，一拍桌子，都给我站住！接下来，美国史上最离谱但最有效的政策来了——银行紧急救济法，黄金收归国有。核心内容2句话：任何人不准把黄金运出美国，所有黄金必须交出来，换成纸币，违者判刑10年。富人们当场就傻眼了，你这是美国还是苏联？连金本位都不要了，黄金一夜之间变成了违法持有品。你家里存的金条不是财富，是违法的证据。罗斯福的这波操作直接给美元做了一次史诗级的大放水，当时美元直接贬值40.94%，富人们手里的资产缩水的都能听见了骨折声。更狠的是，富人们不是喜欢放贷吗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现在的钱不值钱了。你借人家1万块的时候能买辆车，等你收回来，那1万只能买颗鸡蛋了。富人们又立马傻眼了，去政府抗议。罗斯福懒得搭理你借人家1万，人家还你1万，有问题吗？你叫啥叫呢？结果就是富人集体被通胀型打劫，被迫含泪为国护盘。全美国纸币横飞，黄金隐退。老百姓呢，突然发现以前我只是穷，现在我反而不算太穷，仿佛自己的资产增长了100倍。虽然呢是错觉，但也挺爽的。所以你要说罗斯福是不是独裁？是。你要说他狠不狠？狠。但你要说他搞的这一切是不是有效果呢？那是真有效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富人被通胀打劫之后，气得直跺脚，嘴上说着不行，但手上一个个全老实了。但嘴不能不动啊，于是他们就换了个打法，文化输出加暗戳戳的开嘲讽。你以为那时候的电影、广播、杂志都是啥？一半是恋爱脑，一半就是在骂罗斯福。什么权力集中啊，政府暴政啊，资本被侵犯啊，一个个说的都像自己是国父，明明是怕少赚了点钱，讲的却跟革命似的。罗斯福一看，哟，你们要跟我打擂台？可以，我奉陪到底。然后呢，他就掏出了杀手锏 ，FBI 此时正式上线。现在的 FBI 大家都知道是美国情报局反间谍的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它的祖师爷功能是查媒体、抓资本家、管电影剧本，顺带查个税。对，就是这么全能。当时呢，罗斯福亲自任命铁腕老哥胡佛当局长，给的任务就一句话：谁敢对我不忠诚，你就去找他家的账本，看他家的账单。于是好莱坞从此多了一个新流程，剧本要先经过 FBI 审核才能开机。广播电视如果敢播点什么批评总统的内容啊，不用等投诉，通讯法直接封号。你不是电台吗？行，我可以不是总统，但我一定是你的爹。纸媒呢也别想舒服，早在沙俄革命时期，美国就已经通过了反煽动法和间谍法。后来呢，虽然被废除了，但罗斯福却把这种精神给继承了下来。报纸想骂骂政府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规定不能侮辱军队、国旗、宪法、政府、总统。你说你只骂罗斯福本人，不好意思，此刻的罗斯福呢，就等于是美国本体，骂总统等于是叛国。甚至有聪明的人说，那我不骂，我讽刺行不？罗斯福说，你连影子都别给我画上，懂不懂？结果报纸打开一看，全是2个字：忠诚。这还没完，罗斯福呢还发现了一件事：资本家这些人嘴上反对，心里也憋着坏，得继续加压。于是他又亲自上线，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，专门查华尔街。这还不够，为了安抚情绪，罗斯福呢顺手废了禁酒令，告诉那些不满新政的富人们，对政策不满可以去酒吧喝，要是想上街闹事，那咱就聊聊看谁的枪快的问题。一边呢打人，一边请喝酒。你说他不讲理吧，他确实讲道理；你说他讲道理吧，他确实也能一拳打断你的鼻梁骨。这位总统啊，
不只是一位搞经济的，更是信息战的开山鼻祖，社会控制的王炸玩家。前面说到罗斯福搞媒体，建 FBI 开查账，整的资产阶级连嘴都不敢张。那时候的罗斯福可以说已经是行政权和立法权双权在握。但是呢，还有一帮老头子卡着美国最硬的骨头在那看戏，那就是最高法院。这群法律界的大佬一看罗斯福搞得风生水起，心里不太舒服。你总统怎么能这么恨呢？美国还有宪法呢。结果他们就来了一手当面打脸，他们把罗斯福新政里的几条最关键的法律直接宣判为违宪，这就有点狠了。你罗斯福改革这么久，老百姓刚吃上饭，你最高法院上来就是一句不合规，打回去，这等于当众给罗斯福抽了一耳光。罗斯福一看，这还了得，于是他马上递交了一个计划，要不我们把这些年龄大的法官们给退休一下？你没听错，罗斯福提议修改法律，让总统可以指定年龄太大的法官自动退休，名义上是为健康考虑，实际上是你不听话我就换人。这提案一出，整个法律界都炸了，什么践踏司法独立总统干政之类的言论铺天盖地。但说到底，这群法官呢，1/3的权力根本斗不过罗斯福手里那2/3的权力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罗斯福背后站的只是人民群众的热烈掌声。你斗不过民意，你再不退，连你老家的牙医都在骂你。于是有的法官突然就自愿退休了，有的呢就突然去世了，别多想真的是自然死亡。最后的结局呢很简单，9位大法官中，罗斯福亲自任命了8个。美国的最高法院从此变成了罗斯福法院，三权分立的美国也变成了三权合一的罗斯福独享版。此时此刻的罗斯福手握行政权、FBI、国会、财政全听他指挥，拥有立法权，法案想怎么批就怎么批，掌控司法权，法院判案之前得问他同不同意，还有民众支持，老百姓是真的举双手欢迎。你就说吧，他要是把总统这2字改成皇帝，美利坚帝国，你信不信当天晚上就能挂牌营业？这位总统呢，不是坐在白宫办公，简直就是端坐在国会的君兰殿听百官早朝。咱们刚夸完罗斯福神功盖世，三权合一，以为从此美国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吧？结果现实啪啪打脸。就在全国人民都在刷罗斯福牛叉的弹幕时，1937年年底，美国经济突然再次开裂，失业率从14%飙回到20%，民众的信心一夜归零，工厂再次关门，商人开始嚎叫：总统同志，你不是说已经稳住了吗？怎么这经济又崩了？罗斯福看着数据也懵了，我不才刚把你们救起来吗？怎么你们又倒回去了呢？于是他又一次变身了消防员，拿起水桶狂泼，出台第2次农业调整法，给农民送钱，出台公平劳动标准法，定下最低工资，搞 WPA 工程项目，继续修路修桥建房子，直接砸出50亿美元，硬生生拉出330万个就业岗位。你要问效果怎么样？能让人不饿死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这波操作有点像什么呢？你手机快没电了，你给它加了个充电宝，但电量只够听2首歌，缓一缓续不上。而且罗斯福越操作越发现一件事，我做那么多改革，富人还是富人，小企业还是死得快，这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呢？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非常离谱的经济规律，大资本就像无限膨胀的史莱姆，你想压它，它就吃掉小企业。你叫小老板涨工资，小老板扛不住破产，然后这些破产企业的客户、工人全都被大资本接盘，久而久之，行业被几家巨头垄断，政府再也不能让他们倒闭，因为一倒，全行业就崩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赢了吃肉，输了国家包赔你饭碗。
罗斯福一看，这哪是资本主义啊？这叫社会主义底线保护下的资本寡头开派对。他不服，决定搞大动作，对富人开征60%的超级税，查税务、搞监管、放话要剥离垄断。但最后的结果，我想你们都猜到了，收了点税，富人叫了几声，市场继续恶化，老百姓依旧找不到工作。罗斯福头发都薅掉了，内心仿佛1个月内打了10次调风局排位赛。我到底哪步走错了呀？怎么越努力美国越穷呢？最后他终于意识到一件事，再怎么印钱搞内需拉基建都没用，因为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没饭吃，而是吃得太饱，厂子太多，货物堆成山，没有人买，美国是被自己的富给堵死的。于是罗斯福开始环顾四周，绞尽脑汁的思考，有没有哪个地方又需要买东西，又必须买，最好还是硬需求加高单价加不砍价的那种。就在他陷入沉思时，一股熟悉的阴影正在世界的另一端逐渐逼近。1938年，战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罗斯福正苦思冥想如何把美国堆积如山的商品卖出去，救活濒临死亡的经济。突然他灵光一闪，不如咱搞点军火生意。别误会，罗斯福不是疯了，那时候的欧洲风雨欲来，亚洲呢战火四起，世界各国对军火的需求那叫一个刚性啊。于是罗斯福抱着满腔的希望，准备搞出口，先看看能不能卖枪养国。他找上了日本，因为当时的中国穷得响叮当，连军鞋都得自己打补丁，美国的军火也根本卖不动。而日本呢，打得正嗨，资源缺口巨大，石油、钢铁全靠进口。于是美国这边一琢磨，我们产油多啊，钢材多啊，日本又急需，这不是天作之合的甲乙方吗？一拍即合，交易开始，美帝高兴地数着钱，日本则心满意足地加油开战。唯一尴尬的是，打的对象是中国。但这还没完，日本这边突然脑袋抽了根筋，咱买完人家美国的石油钢材，要不要干脆连美国一起踹一脚？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事件——帕奈号事件。简而言之，日本人开着飞机把美国的军舰帕奈号给炸了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刚给你供油供钢铁的美国，你转头就开飞机把它给炸了。消息一传回美国，全国老百姓群情激愤，罗斯福也惊呆了，自己卖军火卖得好好的，结果被客户打了后脑勺。他立马要求日本必须道歉赔钱，不然老子真不能忍了。但日本那边连眼皮都不抬，外交官回话道歉这不可能，赔偿没门儿。这回罗斯福算是看明白了，日本这玩意儿是纯纯的危险分子。而此时此刻，时间来到了1938年，中国的汉口、广州接连沦陷，国际上呢传出声音，蒋介石快要完了。这给罗斯福整得一身冷汗。要是中国真撑不住了，日本统一了东亚，那接下来就该找我美国下手，这事儿不能忍。于是罗斯福立马变脸，把之前的友好供应商身份撕成碎片，转身开始积极和国民政府接触，试图拉中国一起牵制日本。你以为故事就此展开了吗？不，法国这时候也来凑热闹。法国总理跑来找罗斯福说：“亲，我们要是有4000架飞机，希特勒就不敢施袭，能不能借点飞机？”罗斯福表面笑眯眯，内心拨算盘。你丫的一战的钱还没管呢，现在还想白嫖？结果法国总理憨笑2声，确实没钱，但我有地。罗斯福当时整个人就乐了，等等，你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像套路带的开头哎？那之后又会发生些什么呢？这就是下期的内容了。我是趣味不正经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各位拜拜。